大家好，这里是一见工作室，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康康。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入境手续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前段时间看到在私信里面和评论栏里面有很多的同学在问我们这个下飞机该怎么办呢？海关手续该怎么办啊？我相信这是很多同学共通的一个烦恼，或者说会心里让你们不安的地方。而正好最近有一个大新闻，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就是日本终于开放了外国人的入境。那听新闻说，现在已经有37万人在排队了。那现在因为疫情呢，也多加了很多平常没有的手续，所以我们加班加点的赶出了这一期视频，来告诉你什么是最速最强的日本落地攻略。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你需要带些什么。我们这个攻略默认你已经办好了签证。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签证，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专业人员的，对吧？那么首先，为了能够顺利的入境，你需要以下的几种手续。第一个呢，就是你的72小时以内的核酸证明。那开具核酸证明呢，有非常多的大使馆推荐的地点，我也非常推荐你去他们那里做，因为在核酸证明上有非常多的格式要求。如果你迫不得已只能去别的机构进行检测的话，需要注意这几点。第一，要有英文，并且你的英文尽量是全拼而不是缩写。那其次呢，一定要注意是鼻音式子的。鼻子和咽喉全都需要。那你如果少一个的话呢，很可能在海关这一关都是通不过的。那剩下呢，你还需要2个文件，一个叫新冠的检测证明申请书的原件，还有一个呢是誓约书。这2个呢都在日本的官网上可以下载。我们也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呢准备了一些链接，如果有用的话，你们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看。那你可以提前打印好，然后填好带过去。如果你忘记了，那在机场呢也会有工作人员给你发。如果你提前填好了他们的话，能够帮助你极大的加快入境手续的时间。第4点呢，我们来讲一讲 APP，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部分，也是它和以往入境最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在入境的时候需要拿一部手机，并且在里面装好了这些软件，它才会允许你入境。如果你不小心忘带了手机，或者手头上没有，就只能在机场租一个我们都可以想象到那个价格就有点太高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所需要下载的3个软件和他们的二维码，推荐使用这样官网的提供的二维码来下载。如果你是从 App Store 里搜到的，很有可能会在版本上面遇到一点小麻烦。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讲一讲一定要注意好你的手机系统苹果手机呢，你就都升到13.5以上，这个安卓手机呢，你就得要6.0以上，不然可能装不上这些软件。第一个软件呢叫 MySOS这个软件听上去像我去荒岛求生求救的时候用的它实际上呢是监视我有没有好好隔离的一个软件。那它有3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你到了你的隔离地点你就点个 check in。比如说你先去东京，再去广岛或者别的地方你就在2个地方都点 check in。其次呢，每天都会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今天过咋样这种是不会的就是个 AI， 你就露个头转一转，露出背景就没问题了。还有呢，他会每天随时抽查你几次想一想，让你点一下 I'm here就点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如果你错过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完全没有关系，错过1、2次人之常情嘛。AI。那再一个呢，就是谷歌地图，这个你来日本之后，我估计你也会用到的，下一个没跑。那第3个呢，叫 Coco 听着跟这咖喱店名字挺像的吧？但是它不能点外卖，它是监测你的位置信息，看你和阳性患者有没有过接触的。那关于这个软件呢，新闻多了去了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不管怎样，下一个就下一个吧。说到 APP 我们得跟你们说个消息日本前2天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闻。他们要开发一款叫做外国人入境手续支援的软件不光有多语言对应，而且你在上面填好你的信息吧你只要拿手机给它扫码就行了你根本不需要自己再去一个一个填那么多的单子。所以说有了这个简直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没有人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新闻那什么时候具体能上线呢？咱也不知道姑且告诉你了，如果这个时候上线了，你就一定要去查一查这个 APP， 用了肯定方便。第5个呢，就是这个疫苗接种证明不知道管不管事儿呢，但我还是推荐你带上。虽然入境手续可能用不上呢，但万一有个什么优惠活动打过疫苗的人打折，或者是这种的，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下了。然后当你到这个机场的时候他会给你个纸让你选你打过哪个疫苗。那很气的就是里面没有中国产的疫苗，对吧？日本人
这个他们不认啊，那没关系，反而把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带上，说不定哪天就变有用了呢。一般来说呢，在你办登记牌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发一个这个什么问卷啊，你扫码填就行了。那这个就是一些基本信息。那还有一个，他要求你写你的航班号，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不知道啊，不过没有关系，先存起来啊，后面可以再修改。注意的就是它最后会出来一个二维码，这个一定要截图保存的，你到入境的时候给人再看。在飞机上呢，就会有空姐给你一些要填的单子，你就在上面填就行了。一个白色的单子叫外国人入国记录，然后呢还有一个黄色的单子，就是你的携带品申告单。那你就不能瞎带什么东西了，是吧？这个就在上面写一写。那具体的规则呢，你可以瞅瞅这个。这就是你的行李吗？让我看一看。啊，充电宝打没？啊，现金超过100万打没？生鲜打没？好了，可以走了。温馨提示：带根笔。在飞机上带根笔，带根出水的笔。那因为填单特别多，你要是没带笔，你就等别人填完才能借他的啊，这个太麻烦了。等你下了飞机呢，啊，跟着工作人员一走，他指哪儿你就坐哪儿，然后等着办你的入境手续就没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啊，第一次来日本留学的小伙伴，你就需要提交一个东西，叫做在留资格认定书，啊，不过呢，你一定要记住，你是要过了海关之后才能去拿你的托运行李。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重要文件一不小心放到托运行李里了，那你的入境手续可就变得更麻烦了。所以说，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它带到随身的包里。这一点很重要。那再来说说在留卡，只有一部分的大机场你能当场拿到在留卡，拿不到的话，你就在家里等邮寄就行。所以说，选个大机场飞还是挺好的。就办完手续之后呢，你要检测一次核酸。那这次核酸可能是你想所未想、见所未见的一种核酸检测方式啊！你要对着一个试管吐口水，这个你可能在想啊，不用捅鼻子了，那太好了。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啊！他要吐那么多口水啊，这么多口水你哪儿来呀？是吧？尤其是人办手续吧，就是心急火燎，就容易出不来口水。所以说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在飞机上面的时候就多喝点水分。这个因为测这个口水核酸啊，半个小时以前不能让你喝水，不然会冲淡你的唾液，精度就下降了。所以说你还要提前点喝水。那如果万一你到时候真的是出不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中华人民古代的伟大智慧，对不对？弹幕上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已经发出来了，叫望梅止渴，对吧？这个想一想，吃点酸的东西。还有一个小绝招，就是你拿舌头舔一圈你的这个牙，你的口里面就会出现唾液就会积攒一些舔一圈你的口腔。大家可以现在试一试，如果顺利的出唾液了，就打出1，告诉大家这个招好使，可以吧？那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综上所述呢，入国手续就这么点儿没有什么难度。我们做这个视频呢，就是想告诉你，没什么难的。亲爱的你，在异国他乡可以一点儿不用慌张。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告我们，拜拜。